观众老爷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老港条贴心的为你们准备的为了给新加坡站预热而特意做的纳斯卡常规赛10大名场面。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在正式开始盘点之前呢，还是唠叨一下纳斯卡的常规赛和季后赛。众所周知美国佬就喜欢把一个赛季分成两段什么橄榄球、棒球、冰球、篮球，甚至是足球都有常规赛和季后赛。那我们今天说的呢是2024赛季纳斯卡的常规赛 Regular Season， 而季后赛 Playoffs 现在才刚刚开始。在纳斯卡 Cup 系列赛中，每个赛季的前26场比赛是常规赛，后10场是季后赛。赛场上这么一大堆车手，只有16个人能晋级季后赛，剩下的人季后赛也跟着跑，只不过是打酱油。而晋级季后赛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积分，而是分站冠军数，分站冠军最多的16个人晋级，如果分站冠军数相同才比积分多少，但前提是你要每场常规赛都参加，晋级名额才有效万一你拿够了分冠，锁定了季后赛名额，然后就躺平不跑了，这可不行。如果缺席，得得到纳斯卡官方的豁免才行划重点，这个一会儿要考。如果拿到分站冠军的不够16个人，那剩下没有分站冠军的人就按积分顺序分走剩下的季后赛名额。从这个规则就可以看出来，相比于稳定性，纳斯卡还是更看重分站冠军。另外视频里还会经常提到 stage 的概念，这就其实类似于节的含义。一场纳斯卡比赛有3个 stage， 也就是被分成了3节好了，你现在已经基本了解纳斯卡常规赛的晋级机制和比赛看点了。至于季后赛的规则，年底我们盘点季后赛名场面时再做简单介绍。第10名，全明星大乱斗对于打架这种事儿，我在盘点名场面时永远会放在最后一位，因为打架虽然是纳斯卡的一个小看点，但绝对不是主要看点。场上由轮胎策略、油量策略不同而产生的博弈和赛道缠斗，才是真正的慢之间真正的 fight。或许以后的纳斯卡入坑节目会给大家详细讲1-2场轮胎和油量策略大战说实在的，真想体验打打杀杀的激情，不如去 PS5 上玩游戏，合理又合法还解压。最近拼多多9周年数码季大促 UP 联合拼多多给粉丝老爷们准备了福利，特意拿出一批全新正品的索尼 PS5 做9块9秒杀活动。如果你想体会 PS5 强大的硬件性能和先进的图形处理能力，享受 4K 分辨率120帧的流畅游戏体验，痛快畅玩 NASCAR Heat 5、F124、F1 Manager 2024等赛车游戏，以及给他爱5、黑神话悟空等 3A 大作，那就直接点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开抢吧。链接在就是还有库存，不用拉人，纯拼手速，抢到就是赚到，大家快去试试吧。说回到打架，这次群殴发生在5月19号的纳斯卡全明星赛上，所以我才把它叫做全明星大乱斗全明星赛呢也是美国佬考体育的特色之一。而对于纳斯卡全明星赛来说，只有当前和过去一个赛季的分站冠军、往届全明星赛冠军和往届纳斯卡总冠军有资格参与，除此之外还有3个名额。全明星赛正赛前一天有一场全明星公开赛，这场比赛的前2名也可以参加全明星赛，最后一个名额则来自粉丝投票，考验公关能力的时候这不就到了。而且全明星赛也不是白去，除了更大的曝光度之外，冠军还有100万美元的奖励，保证了比赛的精彩程度。比赛刚跑了半圈不到，47号小瑞奇斯坦霍斯就挤进了8号凯尔布什和11号丹尼汉密林之间的缝里，把8号凯尔布什挤到了墙上。但凯尔布什的复仇在比赛第2圈就来了，相同的位置，凯尔布什一个标准的美式截停把小斯坦豪斯拍到墙上退赛了。退赛之后的小斯坦豪斯直接把赛车停到了凯尔布什的维修区车位里，然后下车和凯尔布什车组的负责人展开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小斯坦豪斯爬下来之后换了身衣服，静静等待凯尔布什比完赛。而终于他等来了这一刻。由于背景里面放烟花的声音太大，听不清楚他们吵啥所以我只好亲自配音了。我压根没碰着你能不能自己先看回放去？碰着你一根毛我吃屎。不是你撞我，所以我才撞的你。先撞的墙，然后撞的我。放屁！但真要这样的话，他们眼瞎就去治我，去你妈！小斯坦豪斯毫无征兆的右拳偷袭凯尔布什，就在他想接一个左刺拳连招的时候，战场被纳斯卡工作人员和自己的车组分割开来。而看到自己亲爹加入第2战场之后，爸宝男小斯坦豪斯也是不断叫爸爸。但可惜此时已经形成了难上加难的难态势，小斯坦豪斯动弹不得。让我们把镜头转向2战场，凯尔布什已经被灰色衣服的老斯坦豪斯缠住，为了脱困，凯尔布什向老登使出了王八拳。此时3位蓝色衣服的小斯坦豪斯车组人员前来拉偏架，其中一人直接锁喉凯尔布什，
红黑配色以及 steak 配色的凯尔布什车主眼看不对劲儿，一个抱摔放倒一人，紧接着一个3连推把另一个人推下擂台。Fucking stupid! Why am I stupid? Why are you putting 3 wide? I didn't touch you! Who cares? You know we're gonna fucking hit off 2. We have plenty of room. No room. Plenty of room, bud. I'll wreck you at Charlotte because you're back there. I don't give a fuck. I can tell. I suck just as bad as you. I understand. Let's go. 最终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小斯坦豪斯被罚款75000美元，老斯坦豪斯被无限期禁赛。两位参加群殴的小斯坦豪斯车组人员分别被禁赛4场和8场。其实打架成为纳斯卡的噱头甚至刻板印象，纳斯卡官方是有推不开的责任的。对于打架，纳斯卡一边处罚当事人，一边利用所有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账号，包括但不限于 X、Instagram、Threads、YouTube、Facebook 等等等等，来发布打架事件各种角度的视频，再取个摄像机视角、手机视角、独家视角的标题，疯狂涨热度。如果说处罚打架说明纳斯卡反对暴力行为，那么在社媒上宣传打架又是怎么个事儿呢？总不能既要又要吧。甚至现在有这么一种观点，纳斯卡应该给小斯坦豪斯75000美元来感谢他为纳斯卡涨热度，吸引更多的人入坑。第9名，谢尔登·克里德的亚军魔咒还记得这位可爱的小胖子吗？这可是去年纳斯卡10大名场面盘点名列榜首的主角啊！不过今天我们不讨论他的昏厥，我们讲讲他倒霉蛋的一面。6月22号，纳斯卡 Xfinity 系列赛新罕布什尔站 Cyapps 200比赛的加时赛中，18号克里德来到了00号哈斯车手科尔卡斯特的屁股后面，向着自己第一场分站胜利发起了冲击。他一度在最后一圈开始时暂时取得领先，但却被卡斯特怼了一下腰子，打乱了节奏。20号克里斯托弗贝尔偷袭成功夺冠。表面上看这只是一起小摩擦，克里德属实比较倒霉，但背后克里德却追平了一项非常尴尬的记录，获得亚军次数最多却没有分站冠军，和丹尼尔·赫姆利克以及戴尔·贾瑞特持平。但是克里德获得10场亚军只用了86场比赛，而赫姆利克用了116场，贾瑞特则用了133场，足以证明克里德千年老二的效率之高。不过取得了10场亚军之后，赫姆利克和贾瑞特都获得了分站冠军，把这个尴尬的记录停留在了10场。8月17号在密歇根州布鲁克林村举办的 Cabo Wabo 250比赛里，克里德迎来了打破尴尬的最佳机会，他拿下了杆位。但这个杆位克里德只撑了24圈，他就和身后98号哈斯车队的莱利·赫伯斯特在毫无接触的情况下死并了。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可以直接漂移进站，而就在9圈之前，他的队友19号泰勒·格雷也在碰都没被碰到的情况下死并了。丰田要好好反思，为什么赛车一吹就飞？但是顽强的克里德在 Stage 2 结束后追到了第8，并且通过长距离策略在3圈加时赛之前来到了第2。现在他有3圈的时间来用旧了7圈的轮胎向他第一座分站冠军发起冲击，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加时赛最后一圈，车阵中间的一起事故让28号卡尔 Z 直接起飞，引发黄旗，断送了克里德最后的希望。于是纳斯卡新纪录诞生了，克里德可以独享获得亚军次数最多却没有分站冠军的记录了，这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第8名，弄拙成巧的豆腐渣工程。长达将近18年的空窗期之后，纳斯卡在去年10月份宣布 Cup 系列又在2024年回归爱荷华州啦。虽然这条赛道从来没办过 Cup 系列比赛，而且自从2006年建成以来还没整修过，但纳斯卡起初并没有翻修赛道的打算。老赛道抓地力小，既能增加比赛精彩程度，又能省一笔钱岂不是美滋滋？但在赛道例行检查中，他们发现有水渗透到了赛道路面下的基层里，而这些水分已经被长期囚禁于此，损坏了弯道中地势较低的赛道部分，必须翻修。但当时已经快冬天了，爱荷华州又地处美国中部，嘎嘎的没法铺设沥青，于是纳斯卡决定今年开春再整，但开春的时间就不够了。然后纳斯卡决定就铺一半，只铺受损最严重的赛道部分。最终一条打着2块大黑补丁的赛道诞生了，只有内侧2条地势较低的车道被铺了新的沥青，外侧没动。纳斯卡的几位流量扛把子基本都是同一个想法要么不铺，要么全铺，铺一半给谁看的？而且新沥青抓地力好，基本没人会在弯道里开到外侧老赛道表面上去，相当于变相收窄赛道，给车手们的选择就少了，会降低比赛精彩程度。但是他们错了，
爱荷华赛道 Cup 系列比赛的门票提前好几个月就被卖没了，而这场比赛也没辜负这么多观众。车手们为了争夺内侧位置，在赛道上激烈缠斗，发生了多起事故。赛道抓地力的频繁变化也十分考验车手们的轮胎管理功夫。5号凯尔拉尔森误以为自己右后轮漏气，进站换胎，出站后仅仅在一个 stage 里面就从第30杀回到第1。比赛的最后一次进站窗口中，做好了轮胎管理的路易安·布兰尼只换了2颗轮胎，大大节省了进站时间，最终守住了换了全部4颗轮胎的威廉·拜伦夺冠。凭借这场胜利，布兰尼成为了第一位在同一条赛道同时获得过纳斯卡 Cup 系列、Xfinity 系列和卡车系列赛冠军的车手。布兰尼家族超过80位成员都来看了这场比赛，领奖台上的场面是既热闹又温馨。这么一场比赛过后，车手们开始改变他们赛前的画风了，已经开始期待在全铺好的爱荷华赛道上比赛会多刺激了。但纳斯卡开始犹豫了，要不咱把这个半拉科基的赛道再留个2-3年，再收割一波流量啊，然后再好好铺吧。第7名，纳斯卡投掷物图鉴更新。上期视频我刚盘点过纳斯卡车手们扔出去过的道具，谁成想今年3月版本就又更新了。3月30号在里士满举办的纳斯卡 Xfinity 系列赛 Toyota Care 250比赛的第171圈，已经被套了1圈的35号车手乔伊盖斯被4号道森克拉姆美式截停，一屁股怼到了墙上，整个车屁股都被撅烂了。看着摇摇欲坠的后保险杠，同时身兼车队老板的乔伊盖斯在没戴手套的情况下，一把把保险杠扯了下来。我是车主，我想干嘛干嘛，合理吧？这块保险杠可不简单呐，车灯、排气口可都在上面呢。等到道森克拉姆开过来之后，乔伊盖斯把后保险杠扔到了4号赛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而这块保险杠上赫然写着 Racing Against Crime。被砸的道森克拉姆身份可不太简单，他有3个身份：车手、机械师和车队老板。只不过和乔伊盖斯不同，道森克拉姆现在是给别人的车队开车，他16岁就成为了最年轻的纳斯卡车队老板。但这都是克拉姆家族的超能力。车队呢也主要参加卡车系列赛，规模也不大。2022年，道森克拉姆还在乔伊盖斯的车队开过一场比赛，所以乔伊盖斯认为道森克拉姆有点忘恩负义了明明自己给了他在 Xfinity 系列首秀的机会，但他却像脑袋没在脖子上拧好一样把自己撞了出去。大家都是小车队的老板，深知小车队的不容易，穷的连比赛都没法场场跑，在场上也只是等着走狗屎运怎么孩子就不能互相体谅一下呢？最终乔伊盖斯因为扔保险杠的行为被罚款$5000。第6名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啦。如果一位车手1天之内在椭圆赛道上跑上1100英里，也就是1765公里，会发生什么呢？1765公里相当于一场 F1 大奖赛 5.8 倍的长度，或者开2场戴通纳500。叶一菲车组在孤星勒芒俗称Kota 6小时夺冠的时候，也只跑了1008公里，那绕圈开上1765公里不得开偏瘫了啊！2021年纳斯卡 Cup 系列总冠军车手凯尔拉尔森就准备进行这个伟大的尝试，而历史上只有4个人成功过。凯尔拉尔森打算在5月26号先去开印第500，再去开纳斯卡 Cup 系列赛夏洛特站 Coca-Cola 600，脚踏2条船，2场比赛合计1100英里。凯尔拉尔森计划的一点毛病没有，印第500中午12点45开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午3点45左右结束，然后坐私人飞机飞不到2小时去到 Coca-Cola 600举办地北卡罗来纳州康科德市，赶上下午6点开始的纳斯卡比赛。这场比赛他必须露脸，哪怕只跑1圈都行，因为凯尔拉尔森现在已经获得了2场分冠，位列常规赛积分榜第1，基本锁定了一个季后赛名额。现在他只需要确保每场比赛都有参加就行了，也就是开头我们说过的规则。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由于天气恶劣，印第500下午12点284分才开始，凯尔拉尔森必须做出选择，到底是坚持跑完印第500还是不跑了回去跑纳斯卡。最终凯尔拉尔森所在的纳斯卡车队 HMS 决定让他跑完印第500，由替补车手同时也是 Xfinity 系列 JR Motorsport 车队全职车手的贾斯汀阿尔盖尔先替凯尔拉尔森跑着。此时迎接凯尔拉尔森的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凯尔拉尔森在印第500取得第18，荣膺最佳新秀称号，而且康科德也下雨了。当凯尔拉尔森摁 F 把阿尔盖尔薅出去自己坐进驾驶舱的时候，纳斯卡比赛恰好因为天气原因暂停，他还有151圈可以跑坏消息是雨太大了，比赛直接不跑了，提前结束
这下好了，凯尔拉尔森正式缺席了 Coca-Cola 600的比赛，他只能向纳斯卡官方申请豁免。规则上写了纳斯卡可以给予豁免权，但没明确写哪些情况可以豁免。按照经验来看，纳斯卡只给过因为伤病以及停赛而导致的缺席豁免权。凯尔拉尔森这情况可太新鲜了，给吧，你拉尔森在印第卡和纳斯卡之间选择了印第卡，这是不忠诚；不给吧， HMS 车队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拉尔森赶上纳斯卡比赛，而且拉尔森的粉丝太多了，实力也在线，不让积分榜第一的车手参加季后赛肯定会损失一大部分流量，所以考虑再三，纳斯卡还是给了拉尔森豁免当然还是选择原谅他了。并且纳斯卡主席埃尔顿索耶解释道，拉尔森因为缺席这场比赛丢掉了积分榜首，还失去了潜在的23个季后赛额外积分，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再不让参加季后赛的话确实有点严重了。那这个季后赛额外积分也就是 Playoff Points 是什么呢？进入季后赛的16个人积分会重置为2000分，拥有一座分站冠军加5分，一个 Stage 胜利加1分，同时还会根据常规赛结束后的积分榜位置加分。拿凯尔拉尔森举例，常规赛结束后他有4个分冠10个 Stage 胜利，排在积分榜第2，那么他的季后赛积分是2000加4×5加10×1加10等于2040分，赢在了起跑线上。拉尔森确实因为缺席一场比赛而丢掉了常规赛冠军，但够硬的实力让他获得了足够多的季后赛额外积分，让他在季后赛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排在了第1名。而最近拉尔森又宣布明年他还要脚踏2条船，只不过这次他承诺纳斯卡比赛享有绝对的优先权，估计也是对纳斯卡给他豁免的一个回报吧。那么由于篇幅限制呢，我们这期就先盘点到这里，片尾正片会和下期一起更新，那我们1个礼拜以后的下篇再见。